滥用自由会危及自由，滥用权力也会危及自由。事实上，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应该受到质疑。如果暴政和压迫降临这片土地，那也只能是打击外敌的幌子。知识将永远统治无知，一个想要成为自己的统治者的民族，必须用知识赋予他们的力量来武装自己。如果人类都是天使的话，就不需要政府。知识的进步和普及是真正自由的唯一守护者。哲学是具有普遍认知的智慧。当权者循序渐进、无声无息地蚕食人民自由的势力，比暴力、突然的篡夺要多得多。真诚而坚定的合作，促进我们政治体制的重建，从而为美国带来永久的自由和幸福。一个人拥有自己的观点和自由交流观点的权利。美国的定居和繁荣有赖于移民。美国鼓励移民最多的地区在人口、农业和艺术方面发展最快。如果法律变得非常庞大而无法阅读，或者变得非常难以理解，那么对人们来说，这些法律由他们自己选择的人制定将毫无用处。人民是唯一合法的权利源泉，是他们赋予政府各部门权力的宪法凭证的来源。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持续的战争中维护其自由。在共和国，最大的危险在于多数人可能不会充分尊重少数人的权利。一支由人民组成、训练有素的民兵，是自由国家最好、最自然的防御。只要人的理智还是易错的，只要人有行使理智的自由，就会形成不同的观点。哪里有利益和权利，哪里就会有错误。每当发现一个青年拥有值得接受教育的才能，而他的父母却无力负担时，就应该让他接受公费教育。让我向您推荐世界上最好的良药，在温和的季节，在宜人的国度，分段进行一次长途旅行。政府的本质是权力，而权力必须掌握在人的手中，因此永远都有可能被滥用。同时自给自足、衣食无忧的公民阶层可以被视为最真正独立和幸福的阶层。信任的流通胜过货币的流通。人的权利和财产权利是政府建立的保护目标。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，才能永远是自由的人民。我们对自由的第一次尝试感到震惊是正确的。一个普遍的真理是，国内自由的丧失应归咎于防范来自国外的真正或假定的危险。必须使野心与野心相抗衡。政府本身何尝不是对人性的最大反思？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不信任。历史上，抵御外来危险的手段却成了国内暴政的工具。在权力泛滥的地方，任何财产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。没有一个人的观点、人格、天赋或财产是安全的。应该让每一代人都承担起自己的战争负担，而不是以牺牲其他世代的利益为代价来继续战争。没有政府的帮助，宗教会更纯洁。战争包含了太多的愚蠢和邪恶，因此我们对理性的进步抱持着很大的希望。在所有公众自由的敌人中，战争也许是最可怕的，因为它包含并发展了其他一切敌人的萌芽。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，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？
请留言告诉我们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会。